下雨天火箭升空，飞到云层里，突然被一道巨雷正面劈中，电光直接裹满整枚舰体，硬生生穿透机身，击穿尾焰。按理说这种雷击力度，随便什么精密设备都扛不住，可咱们的火箭半点不受影响，该怎么飞怎么飞，稳稳把卫星送进了太空。很多人看完都懵了，这还是我们认知里的雷击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2026年7月23日晚上8点，四川凉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，当晚天空布满雨云。天气条件算不上晴朗，长征3号以火箭准时点火升空，执行天链2号06卫星的发射任务。熟悉航天的朋友都知道，雨夜发射本身就自带风险，但谁也没料到，火箭起飞仅35秒，意外就发生了。一道惨白的闪电突然从厚重云雨中劈落，不偏不倚，精准击中正在高速爬升的火箭，不是擦过机身，不是击中发射塔，是实打实正面暴击整枚舰体。直播画面里能清晰看到，电光瞬间包裹火箭顶部，顺着舰体一路往下蔓延，最后直接贯穿明亮的尾焰，看着就让人揪心。小编相信当时看直播的所有人心里都咯噔一下，上亿伏特的闪电能瞬间劈开大树，摧毁建筑，威力恐怖至极。而火箭是什么？全身装满精密电子仪器，储存大量燃料，随便出一点差错就是失控爆炸的结局。换做任何普通人的认知，这一下雷击任务基本宣告失败了。可接下来的画面直接看懵了全场观众。被闪电贯穿之后，长征3号乙没有丝毫晃动，姿态没有一丝偏移，飞行速度稳定如常，完全看不出刚刚遭遇了致命雷击，全程稳稳爬升，顺利入轨，最终圆满完成发射任务。这也是国内航天史上第一次如此清晰完整拍到火箭空中遭雷击，全程无损飞行的画面。很多网友看完都在疯狂发问，这真的合理吗？闪电威力那么恐怖，凭什么打在火箭身上就跟挠痒痒一样？难道咱们的国产火箭自带防雷 buff？ 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玄学 buff， 也不是运气爆棚，是中国航天工程师早就算透的物理规律。首先大家要搞懂一个核心知识点，为啥巨型电流进不去火箭内部？答案就是法拉第笼原理。很多人听过这个名词，但大多没搞懂它到底怎么保护火箭的。咱们的长征3号乙舰体整体采用连续导电的金属结构，各个舱段部件之间都做了严密的导电塔接，拼接缝隙完全导通，相当于用导电材料围出了一个严丝合缝的封闭金属壳，这就是完美的移动式法拉第笼。法拉第笼的特性特别好理解，外部高压电流强电场只会沿着导体表面流动，绝对不会穿透进入封闭壳体内部，哪怕雷击瞬间产生10几万安倍的超大电流，也只会老老实实顺着火箭外壳游走，根本接触不到内部的燃料箱、仪器舱和精密卫星设备。简单类比，就跟雷雨天气里待在汽车里绝对安全是一个道理，电流全部走外壳，车内完全不受影响。光用外壳导流还不够，火箭最绝的设计在尾部。很多人疑惑，电流顺着外壳流到尾部，最后去哪儿了？总不能堆积在火箭上吧？重点就是在火箭的尾焰上，火箭发动机喷出的高温燃气，温度高达数千摄氏度，高温会把气体完全电离，形成导电性极强的等离子体。说白了，熊熊燃烧的尾焰就是火箭在空中自带的超长导电通道，相当于一根随时可用的动态接地线。雷击产生的所有电流顺着金属外壳一路流到尾部，直接通过等离子体尾焰释放到大气当中，和云层空气形成完整闭合回路，不会有一丝能量堆积在舰体上，从根源杜绝了高温烧蚀、电荷积聚的风险。讲到这里，还有人会纠结一个问题，外壳安全了，那装在头部整流罩里的卫星呢？那些超高灵敏的电子设备扛得住雷击产生的超强电磁脉冲吗？这点工程师当然也早就考虑到了。火箭内部的导航、遥测、通信等核心设备全部匹配多层电磁屏蔽防护，相当于给精密仪器穿了多层防护衣，能牢牢挡住雷击产生的电磁脉冲干扰。同时电路里预装了大量浪涌抑制模块和过压保护装置，瞬间高压脉冲一出现，就会被及时吸收、抵消、杜绝击穿芯片、错乱数据的情况。而且所有接插件、电缆都做了等电位搭接，不会产生电位差，从根本避免设备打火、短路故障。既然防护这么到位，那
是不是雷击完全没危险了呢？其实也不是绝对的，这套防护体系只对导电结构有效。如果闪电恰好击中火箭极少数非导电部件，或是局部电流过于集中，依旧可能引发结构过热、设备异常。历史上国外就出过多次火箭雷击失事的案例，最典型的就是1989年美国阿特拉斯火箭雷击直接改写机载计算机数据，导致发动机偏转，最终火箭空中解体，全程几秒就宣告任务失败。对比下来，就能真切感受到这次长征以雨中发射遭雷击无损入轨，根本不是偶然，是整套成熟防雷工程体系的完美实战验证。看似惊险的天雷暴击，实则每一步都在工程师的掌控之中。看完这次惊险又安稳的雷击事件，很多人心里肯定藏着一连串疑问：既然火箭自身防雷能力这么强，那发射场周围密密麻麻的避雷塔还有什么用？其实火箭防雷从来不是单一防护，而是一套分阶段、全覆盖、历经数十年血雷教训打磨出来的完整体系。简单分2个阶段，地面静止阶段靠发射场防护，空中飞行阶段靠火箭自身防护，两者缺一不可，少一个都会出大事。先说说地面阶段的防护逻辑，火箭还在发射台没有点火起飞的时候，是它最脆弱的阶段，这时候发动机不工作，没有高温等离子体尾焰，没有空中泄放通道，就算舰体是完整法拉第笼，遭遇电击后电流也无处释放，只能堆积在舰体表面，极易烧坏设备，引爆燃料，风险极高。所以全球所有航天发射场都会修建超高避雷塔和架空导线网络，专门守护地面带面的火箭。就拿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举例，发射塔周边矗立着多座100米级避雷塔，搭配悬空金属导线，在发射场上空织出一张超大防护网，人为制造出更高的导电高点。我们都知道闪电喜欢击穿高处导体，有了避雷塔和导线网，雷电会优先击中这些防护设施，电流顺着塔体导入地下，完美避开下方的火箭，相当于给地面火箭撑起了一把绝对安全的防雷伞。你可别觉得这套设计多余。佛罗里达常年雷雨频发，每年雷暴天气超80天，正是靠着这套系统多次帮发射场挡下雷击，保住无数发射任务。现在国外新建的发射场地依旧在持续加高避雷塔，足以证明地面防雷是不可替代的刚需配置。地面防护靠铁塔，升空之后，防护重担就完全落在火箭自身身上。讲到这里，必须聊聊人类航天史上最经典的雷击事故，也是奠定现代火箭防雷设计的关键案例。1969年阿波罗12号登月任务，当年土星5号火箭搭载3名宇航员升空，起飞短短36.5秒就遭遇第一次雷击。10几万安倍的电流，上亿伏特的电压瞬间击中舰体，强大的电磁冲击直接干崩机载设备，3组燃料电池断开，仪表全部报警，遥测数据错乱，姿态控制系统失灵，地面监控瞬间乱作一团。更惊险的是，间隔仅仅16秒，第2道闪电再次命中火箭，双重打击之下，整艘载人飞船濒临失控。当时地面指挥几乎要紧急终止任务，万幸一名工程师大胆判断，火箭结构没有受损，只是电子设备被干扰。在他的建议下，宇航员手动重置设备、接管控制系统，一点点稳住舰体姿态，最终成功完成登月任务。事后 NASA 复盘才彻底搞懂，这2次雷击根本不是运气差被劈，而是火箭自己引来的。巨型火箭升空穿过带电云层时，海量高温等离子尾焰会在天地之间搭起一条超长导电通道，大幅降低空气击穿难度，主动诱发闪电生成。这就是航天领域著名的火箭诱发雷击现象。这次长3乙遭遇的雷击也是一模一样的原理。既然雷击防不胜防，那为什么各国还要坚持雨天发射？其实航天发射从来不是盲目赌天气，而是精准权衡风险。火箭诱发雷击有随机性，但只要整套防雷体系到位，风险就完全可控。反过来，我们也能发现，人类不仅在躲避雷电，还在主动利用雷电。咱们国内就有专门的雷电野外实验基地，科研人员常年做着看似大胆的实验，用小型火箭拖拽细金属导线，主动冲向带电云层，人工触发闪电落地。大家肯定疑惑，好好的为什么主动招雷？因为自然闪电出现时间、地点完全随机，根本没有精准观测研究。
只有人工引雷才能精准控制雷电发生时机和位置，方便科研人员采集电流、电压、电磁场的核心数据。正是这些常年累积的实测数据，不断优化火箭防雷设计、地面避雷标准，让我们的航天防雷技术越来越成熟。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下来，才有了现在的双层防护逻辑。地面阶段靠高塔导线组网，被动规避雷击风险；飞行阶段靠舰体法拉第笼导流、尾焰等离子泄放，内部多层电磁防护，主动化解雷击伤害。也正因如此，各国航天都有严格的发射气象标准，不是火箭扛不住雷击，而是雷击伴随的强电磁干扰可能影响地面监控、通信系统，带来未知风险。这次长三以雨夜发射直面雷击圆满成功，放在全球航天领域都是一次含金量极高的实战验证。从早年国外火箭雷击解体、载人任务惊险遇险，到如今我们的火箭无惧天雷、文闯雨云，这背后不是运气，是一代代航天人吃透物理规律、打磨工程细节的结果。看似简单的防雷设计，藏着最扎实的工业底气，也让我们真正明白，中国航天的每一次成功，从来都不是侥幸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